来第一天去上学，惊吓的全校师生集体躲在教室不敢出门，校长甚至还打电话叫来了刑警队，最终就连军方都全体出动，准备将他拿下。只因女孩上学时书包里装的不是课本，而是一把98K2加4颗手榴弹。此刻学校里正举办一场《我的爸爸》拍摄节目，别的小朋友的爸爸不是科学家，就是会唱跳的坤。可我的女儿偏要说我是个武器专家，甚至连原子弹都能做出来。同学们听后纷纷嘲讽圆圆是个吹牛精，就连老师也全当成是小孩子幻想出来的童话故事。然而圆圆却不乐意了。我没撒谎，我的爸爸很厉害的。爸爸说只要我们国家拥有了先进的武器，那么其他坏人就不敢欺负我们啦。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弹幕也飞快地滚动着，直播间的人数更是蹭蹭往上涨。我滴个鬼鬼，这他妈是我能免费听的东西吗？这小姑娘的爸爸应该是做玩具的吧，不然怎么可能随意给孩子知道？也对，肯定是做玩具的。就在观众们猜测圆圆爸爸的身份时，教室的小朋友们却炸开了锅。哇，我的天呀，圆圆同学，你爸爸真的会做那么多武器吗？我家有变形金刚，圆圆同学，我可以和你交换玩具枪吗？我家有游乐场的年票，可以和你交换吗？还有好多玩具呢，随便你挑。我有压岁钱，我可以用压岁钱跟你买。我爸爸妈妈都不给我买玩具枪，说太危险了。然而圆圆同学面对同学们的欢呼，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的崇拜丝毫不减。不能和你们换啦，我爸爸做的不是玩具枪，很危险的。不是玩具枪，那就是真枪咯！哈哈哈！现在的学生吹牛都这么厉害的吗？这小姑娘估计是把电影里的事情当成真的说出来了，表演型演讲人才。这有什么？我孩子还说他是蝙蝠侠呢。那你要小心点啊！哈哈哈！大人们都觉得自己看透了事实，但是在场的同学们却对圆圆的话深信不疑。你爸爸做出来的枪可以发射子弹吗？那当然了，我爸爸测试过，啤酒瓶都打烂了。哇，好厉害啊！我也想要一把98K， 我擅长甩狙，给我一把98K， 我一定可以吃鸡的。我想要3级头，我要苟起来。是不是什么枪都有啊？那是当然，我爸爸可厉害了。就在班级里的同学越来越激动的时候，班主任来到了讲台中间，拍了拍手。好了，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但是也要遵守课堂纪律。各位同学，你们觉得圆圆同学的爸爸怎么样呢？非常厉害。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做？哇，牛逼！老师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圆圆同学。圆圆同学，你的演讲非常不错，我希望你能一直保持下去，也希望你爸爸能够做出更厉害的玩具枪。先回去休息吧。听到这话，圆圆同学却没有表现得很开心，撅着小嘴巴朝着自己座位走去。班主任发现了他的异样，连忙询问道：怎么了，圆圆同学？你好像不太开心啊。老师，你不相信我，我从来都没有说谎。我爸爸做的不是玩具枪，而是真的武器。你刚刚的表情就好像在看傻子一样。班主任听到这话愣住了，他没想到现在的孩子都这么聪明，只看表情都能猜出自己在想些什么。而直播间的观众更是乐疯了，哈哈哈！看这老师的表情就知道他都麻了，谁能想到一个表情就透露出了真实想法？这小姑娘也太好笑了，非要把她爸爸说成军火暴徒。哈哈，人在家中坐锅从女儿来，说不准兄弟做玩具做到一半，就突然被叔叔给带走了。班主任被噎了几秒，但看到有镜头对着自己，便很快反应了过来。圆圆同学，老师应该和你说过的，我们要做一个不说谎的好孩子。哼，我从来就没有说谎，爸爸也是这么教育我的。班主任笑了笑，老师没说你撒谎，但你说的那种情况要老师怎么才能相信呢？不如等下课之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怎么样？听到这话，圆圆同学倔强地摇了摇头，随后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座位。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觉得丢脸才跑回去的时候，他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把金色手枪，一脸得意洋洋道：看，这就是我爸爸给我做的沙漠之鹰，他说这玩意威力老大了。教室的小朋友瞬间炸开了锅，异常兴奋地盯着星星手里的手下。然而此次节目方的主持人小严和老师都惊呆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天，我为刚刚说出的话道歉，这小姑娘的爸爸也太强了吧。这是真枪吗？我的天，如果真的是沙漠之鹰，那这小姑娘的爸爸肯定要进监狱了吧？现在龙神国已经全民备战了吗？楼上的别钓鱼了，不管你说什么，我们这都没人理你的。举报！把那些捣乱的人都举报出去，不给他们带节奏的机会。观众们一边震惊一边举报，忙得不亦乐乎。而现场的小严则已经反应了过来，哈哈，圆圆同学真的很棒，他知道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说谎。
不过说起来，你爸爸制作的模型枪真的好逼真呀。说着，他顺手就接过了圆圆手中的沙漠之鹰。然而枪一入手的瞬间，他就感觉不对劲。爹，这好像是真的。他曾经也是在军营中采访过的主持人，也试着打过靶子，对于真枪和假枪他还是分辨得出来。旁边的班主任注意到了他的异样。小严主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爹，这把枪好像是真的。班主任听后立马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怎么可能？随后他强撑着面向同学，各位同学，咱们先去教室外排队吧，先去操场上等老师，好不好？同学们乖巧地起身走出教室，朝着操场走去。也就在这时，班主任才害怕地说道：小严主持说，这把枪好像是真的。什么？听到这话，龙台的主持人都吓了一跳。起初是觉得这老师在开玩笑，但想到他是先疏导同学们去操场之后才讲出这番话，这不免得让人相信了起来。圆圆同学，你能不能告诉老师，这把枪到底是哪来的？班主任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而在镜头记录下，观看直播的观众也全都懵逼了。我的天，这他妈真的是沙漠之鹰啊！原本以为我在龙神国不可能见到真枪，这搞得我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是在龙神国还是在猛禽国了。也就在这时，圆圆同学笑着说道：老师，小严哥哥没事的，这把枪虽然是真枪，但里面装的都是橡胶弹头，和背包里的催泪弹一样，打不死人的。而且这把枪现在是关着保险的，即便是在人群中也没有危险，不用让同学们去操场躲避的。什么？还有催泪弹？听到这话，小严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珠，看了眼班主任，小声说道：现在情况已经有些失控了，这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事情，要不咱们报警吧？其实刚刚我已经用手机通知同事报警了。那咱们就出去等警察吧。圆圆同学，你把你的书包带上，我们一起吧。而为了我能踩缝纫机，竟偷偷带着手榴弹去上学，吓得全校师生集体躲在教室不敢出门。校长甚至还打电话叫来了刑警队，最终就连军方都全体出动，准备将他拿下。祖国的小花朵，手枪和催泪弹是你带过来的吗？圆圆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爸爸说警察叔叔都是好人的，不可以对叔叔说谎。哈哈，那么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对叔叔说实话，好不好呀？好，圆圆知道的都会告诉叔叔的。那你书包里有几颗催泪弹？这些武器都有安全措施吗？有一颗催泪弹，一把手枪，一颗烟雾弹，一颗闪光弹，一个碎片手雷，一共5个武器。听到圆圆的话后，众人吓得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种破片手榴弹可是威力非常大，要是真炸了，整个教室楼都会灰飞烟灭。还好第一时间撤离出来了，没有发生意外，要不然明年的今天就得拜托家里人给自己坟头除草了。要不我还是回去辞职吧，我觉得进场打螺丝好像要比做摄像师安全一点。大家不用害怕，爸爸说过了，那些手雷都做过特殊处理，和训练弹一样，最多就是冒点烟。然而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话，那可是手雷，你说没危险就没危险吗？那这些武器你究竟是怎么得到的？是你爸爸给你的吗？是他要你带到学校来的吗？听到这话，一直非常从容的圆圆同学忽然就紧张了起来，抿着嘴唇不肯回答。看到祖国的小花朵这个样子，队长皱起了眉头。哈哈，祖国的小花朵，你是不是受到了威胁了？别怕，有什么事叔叔们会保护你。况且你爸爸不也说过，不能对警察叔叔撒谎吗？圆圆听后犹豫了几秒道：那警察叔叔，我如果说出来，你们可不可以不告诉我爸爸？哈哈，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你爸爸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从爸爸的武器库里偷偷拿出来的。听到这话，队长不由得紧张了起来。祖国的小花朵之前说的天花乱坠，但竟然是他偷偷拿出来的。那小花朵也有可能不知道这些武器有没有经过特殊处理。我的妈呀，这小姑娘太吓人了，差一点就能点亮爆破学校的成就了。是呀，6岁就带着手榴弹上学，20岁还不得带着原子弹上大学呀！哈哈，等警察处理完学校的事情，恐怕就是去抓他爸爸了。刚刚还在演讲我的爸爸，一会就要看着爸爸被抓走了。没过多久，警方已经开始疏散学生和老师。等学校内部没有了学生后，几辆特殊的装甲车开了进去，随后从车上下来10几个防暴战士，朝着圆圆的班级里走去。
来到班级，很快就发现那个装着武器的可爱书包。防爆战士非常熟练地拿出沙漠之鹰，打开弹夹，没多久7颗金色的子弹和4颗拆掉的手雷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报告队长，枪和手榴弹都是真的，弹枪都是作训橡胶弹，比空包弹的威力还小，手榴弹也都是作训弹，没有威力，只能放烟花。赵队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刚刚那位小花朵没有撒谎，学校的危险算是暂时解除了。但赵队长对着镜头一脸严肃道：各位观众，虽然学校的危险解除了，但是制造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犯罪，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此次事件引以为戒，发现可疑危险要马上报警。哎呀，怎么是作训弹啊？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作训弹和真东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内部火药填充的区别，肯定是犯罪啊！而且就算手雷的问题不算，远远他爸爸制造的那把沙漠之鹰也足以让他被逮捕起来了。哈哈，祖国的小花朵好样的，大义灭亲呀！回收了所有手雷，排查了危险后，学生们也都回去正常上课了。当然，制作这批军火的罪魁祸首还是要抓捕的，只是考虑到圆圆的年纪太小，为了不给他造成太大的影响，赵队长决定在他放学之前逮捕他的父亲。在车上，圆圆爸爸的信息就已经发了过来，男下棋，自由职业，大学时就从股市赚到第1桶金，毕业后便专攻股市，成为了职业炒股人。赵队长眉头微微皱起，从资料上显示，这位下棋不可能是会制造军火的人，他如果犯罪，最多也就是经济犯罪。不过赵队长也没有细想，毕竟这份资料是有可能造假的。所有人注意，圆圆的父亲名叫夏琪，根据资料显示，他现在并不在家。现在我们分成2组，一组去夏琪家中调查，另一组去寻找夏琪。嫌疑人身上有可能携带武器，所以找到他后先进行监视。首先要保护周边群众的安全。在下达过命令后，不一会，赵队长就来到了老城区的一栋自建房前。此时在场的警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周围路过的行人无不好奇地朝里面张望，看到这么大阵仗，纷纷都议论了起来。家人们谁懂呀？这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家子估计是犯法了吧，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来这么多警察。警察都准备破门了，估计罪不小呢。赵队，屋子里面没人，我们现在已经封锁好了，准备强行进入。一会2个警员拿着撬棍就准备破门，可不管他们用多大力气，这房门根本纹丝不动。我操，什么情况？而为了大义灭亲，竟带着大批警察抄我老家，更是要将我的军火库曝光给600亿网友。但叔叔却被拦在了门外，只因我房子用的材料是制造火箭的特殊钛合金。我操，什么情况？撬棍都变弯了，这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来试试。说完，他直接走到车后备箱里，拿出了一把电锯来，看得围观群众瞪大了眼睛。家人们谁懂呀？开个门都要用电锯的吗？这人到底犯了多大的罪呀？这已经不是防备普通警察了吧？这特么是在防备特种兵啊！所有人都以为这不是真的，那些站在封锁线旁边维持秩序的警员脸色都不太好，明明他们是过来抓罪犯的，可到现在却连罪犯的门都进不去，太气人了。什么？家人们刮痧呢？这门好像有点东西啊！我的天，我还没见过电锯这么长时间都弄不开一扇门的，这门是钢铁打造的吗？这扇大门有问题，想想办法，看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破门进去。我觉得直接开推土机过来把墙推了，都要比开门简单。这不合规矩，周围都是居民楼和民众，先想其他办法。就算要强推的话，还需要向上面去申请，到时候人都跑了。那赵队，我们可以试试破窗进入。这居民楼1楼的窗户都用铁栏杆封住了，不过2楼没有，我们用梯子试试，能不能从2楼进入？行，就按你说的办。很快警员就拿来了梯子，2楼的窗户都关着，他用锤子和凿子都试了试，和大门一样，根本没有用，连痕迹都没能在窗户上留下。小周，你先下来吧，既然窗户都是特殊材料，那么我们也得使特殊手段了。赵队长从梯子上下来，看了看手中的切割机，面色无比的阴沉。这栋房子里一定有着夏琪制造军火的证据，可他们就站在大门口，不管怎么样都进不去。一旁围观的路人把赵队长锯门和切窗子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瞬间就冲上了热搜第1。而第2条则是圆圆学校里发现手枪和手雷，一连2个热搜都出现了赵警官的身影，这不免让网友们产生了联想。我的乖乖，我能感觉到这位警察叔叔的气氛，电锯和切割机都使上了，可就是进不去。代入感真强，我现在就被老婆关在门外，不管怎么样都进不去。
网友们在激烈的讨论着，现场的警察也在思考着如何能够破门。赵队，我觉得咱们用暴力手段应该进不去了，或许我们可以找这房子的主人给我们开门。监控组那边还没传来消息，那个夏琪还没找到呢。赵队不是夏琪，是夏琪的女儿。虽然他不想让圆圆同学亲眼看到自己爸爸被抓，给他往后的人生造成心理阴影，但现在情况特殊，只能先接他过来开门，然后再把他保护起来，不让他看见抓捕现场。就在赵队长带人返回学校的时候，网络上各个视频平台和社交软件都把赵队长破门的视频给传遍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着。我的天，这种材料真的存在吗？圆圆的爸爸不会是外星人吧？哈哈，或许圆圆同学的爸爸是奥特曼。就在讨论的方向越来越奇怪时，一个名叫特种材料的专家发布了科普视频。今天网络上的视频我也看了，大家其实不用惊讶，我们现在的合金技术已经非常厉害了，制造出这种坚硬度的合金不是没有可能。据我观察，这个大门的材料应该是制造火箭的特殊合金，坚硬程度非常高，在航空部门想要切割，也必须要用特殊装备，而这玻璃也是类似火箭的玻璃，坚硬度非常高。家人们，这是老特，他从刚刚做视频的时候我就关注了，是一位非常专业的科普博主，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那也就是说，那家人真的用火箭材料来制作了大门和窗户。屏幕前的600亿网友震惊不已，另一边的圆圆同学则有几位女警陪着，尽量不让这次的事情给她的人生留下阴影。嘿，圆圆同学，你在做什么游戏呀？嘿嘿。我在和警花姐姐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可以成为一名警察，这样就能保护大家的安全，把坏蛋都抓起来。小妍一时语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天真的孩子，而直播间的弹幕则再次沸腾了起来。我的妈呀，大义灭亲啊！我的理想是当警察，所以我要把犯罪的爸爸送进去。圆圆同学，你们都说我瓜，其实我一点都不瓜，大多数的时候都机智的一批。为了抓捕罪犯，我带了父亲制造的绝火来到学校。即便不是这样，等小女孩懂事了，也会把她爸爸送进去的吧？这时一辆警车停在了下花园外，小妍心里咯噔一下，她以为是圆圆的爸爸已经被捕了，连忙拦住赵队长，小声询问道：赵队长，发生什么事了？事情有点麻烦，我们本来准备破门进入嫌疑人家里，寻找私造军火的证据，这样就能直接逮捕他了。可是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打不开嫌疑人家里的大门。听到这话，直播间的观众也讨论了起来。都这么明显了，还需要证据才能抓捕吗？废话，如果没有证据，那么案件就要进入调查阶段，到时候就需要传唤圆圆小花朵了。赵队长这是想要保护她。赵队长为了不让小女孩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捕，做了很多努力啊，但是圆圆的爸爸却用大门和窗户把这份努力给毁掉了。赵队长欲哭无泪。在听到赵队长解释之后，小妍也很无奈。那赵队长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圆圆同学带我们进入那间屋子，这样我们就能拿到证据，直接去逮捕他的父亲，而且也能避免他亲眼看见抓捕现场。为了能稳定圆圆同学的情绪，我想让你也跟着一起去。小妍沉思片刻，又看了看圆圆同学，认真的点头道：赵队长，我配合你，你是个好警察。嗨，我也是个父亲，明白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是什么。圆圆的父亲犯了罪，我必须要逮捕他，但孩子是无辜的，我也必须要保护好他。叔叔，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好啊，不过你之前说你的家里有很多武器，小妍叔叔有些好奇，可以去看看吗？听到这话，小花朵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我爸爸告诉我，不能带陌生人回家的。上级警察叔叔为了骗我给他们开门，被大聪明的我一眼识破。哼，我爸爸告诉我的，不能随便带陌生人回家的。哈哈，那祖国的小花朵，你知道什么叫陌生人吗？当然知道，爸爸说过，如果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陌生人。那怎么样才能和你成为朋友呢？我们来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吧，这样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我和小妍叔叔做警察，你们扮小偷，你们逃我们追。小花朵，你看你现在连枪都没有，怎么扮警察呢？一点都不像。哼，我有枪的，只是刚刚被别的警察叔叔拿走了。都是这样吗？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过，你爸爸是个很厉害的武器专家，造了很多武器放在家里，我们可以回家拿呀。哎，那好吧，回家拿了武器，我们玩了游戏后就是好朋友了。约20分钟后，祖国的小花朵懵逼地看着自家的大门。警察叔叔，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里呀？哈哈，叔叔可是警察，当然什么都知道了。好厉害呀！我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像赵叔叔一样厉害的警察。说完，他就将小爪爪随意的贴了上去，那大门就自动下沉到了地下。看着那厚度差不多有半米多长的大门，众人和600亿观众陷入了沉思。我的个乖乖，这他妈是金库大门吗？赵队长就算是锯1年，恐怕都锯不开吧。而且刚刚那掌纹识别的地方一点标志都没有，是不是整扇门都能识别啊？圆圆的爸爸制造军火太可惜了，他应该去造火箭才对，太屈才了。嗨，叔叔姐姐们进来坐了，我给你们拿饮料喝。一进门，众人惊讶地发现，这小巷子墙高10米，跟大门一样都是特制的合金，而且这厚度也同样将近半米。还好刚才没让推主机过来，不然我这老脸估计都要丢在太平洋了。哈哈，祖国的小花朵，你家的墙好像挺高呀。对呀，爸爸说只要围墙足够高，就算吹来再大的风都不用怕了。别说刮风了，就算刮来龙卷风，这围墙也会纹丝不动吧？那你家为什么弄这么高的墙呀？是在防备什么吗？爸爸说南方没暖气，围墙高一些保暖就会非常好。警察叔叔，你家冬天冷不冷呀？等我爸爸回来，我让他也帮你做一个这样的围墙，好不好呀？那就谢谢祖国的小花朵了。屋里，圆圆小朋友见到大家都站在那里好奇的张望，赶紧拿着零食和饮料出来，连忙说道：大家随便坐就好啦。哈哈，小花朵，不用特别招待我们的。这可不行哦，警察叔叔，爸爸之前对我说过了，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招待好。说着，圆圆便拉着赵队长坐在了沙发上。见到他这样，众人也就不再客气，纷纷坐在了沙发上。哎，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懂事，如果他知道自己爸爸犯了罪，那这小孩会伤心坏了吧？赵队长也不由伤感了起来，但他身为警察，可不能在调查案件的时候被影响了情绪，只能将这份心情强行按压下去，开始打量起了房间里的布置。他不认为那些军火会被放到这么明显的位置，必须要仔细搜查一下。呀，应该要告诉爸爸我放学了。听到这话，众人都一惊。此时正有一组警察正在寻找着圆圆的爸爸，而且他的身上很有可能携带杀伤性武器，如果被他察觉出来，说不定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意外。随即他们便决定先退出房间。王老师，你先进去，稳住圆圆的父亲。好。小周，现在下棋正在视频，你立即开始定位。哇！正主终于要出现了嘛！赵队长加油！小严主播，赶紧偷偷的把话筒伸进去，让我们也听听那个军火悍匪的声音。随着小严偷偷朝房间内伸出麦克风，直播间又能听到里面的声音了。女儿，你现在还没放学吧？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今天学校放学很早，所以我现在就回来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逃课了呢。哼，爸爸，我怎么会逃课吗？哈哈，也对。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有呀，我今天交了好多新朋友呢，我把他们全部都带回了家。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女儿今天也表现很不错呢。那爸爸这边还有事情要忙，你就照顾好你的朋友吧。爸爸办完事就马上回家。听到这话，圆圆小朋友撅起了小嘴，不高兴了。爸爸，你都还没看过我朋友呢。门外的众人立即紧张了起来，难道这就要被发现了吗？然而这时我却温柔地笑了笑。爸爸现在还有事情要忙，宝贝女儿先照顾好他们，等爸爸回到家，你再给爸爸介绍你的新朋友们好不好？这里还有一位阿姨在等着爸爸呢，咱们不能耽误别人的时间，对不对？爸爸，你能不能不要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呀？我们班的王老师也是单身，我介绍给你好不好？啥？爸，我把王老师介绍给你当老婆好不好？啥？我确实是单身，但我也不想认识什么军火悍匪啊。乖女儿，爸爸在做正事呢，而且你刚刚的话可对王老师不尊重哦。那你答应我，不能和那些柳如烟们鬼混在一起，她们都是恶毒女配，坏得很的。圆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而此时我对于家里和网上的事情毫不知情，只因我是个非常单纯的军事迷，平时除了和女儿玩玩游戏外，基本不怎么上网，最大的爱好就是制作武器和相亲。你好，我叫柳如烟，你是刘阿姨介绍的佩奇吗？是下棋。哦，好的，下棋。赵队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哈哈，祖国的小花朵，
我们继续来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吧。好呀好呀，我现在是警察，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那小花朵，现在咱们就去拿手枪吧，好不好？警察叔叔，我们上一集说好了的，你是小偷啊，小偷怎么会有手枪呀？我只能带着小严叔叔和王老师去拿，因为他们跟我是一伙的，我们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呀。叔叔作为警察，一定要提醒你一点，坏人也是有手枪的，有的小偷也会将手枪偷走。那一会儿我拿来了，你再偷我的不就好了？赵队长故作怀疑地看着圆圆，你是不是玩不起想耍赖，不想给我们拿手枪？这可不行哦。听到这话，原本很开心的圆圆同学，此时眼里已经塞满了小珍珠。看着快哭的圆圆同学，众人吓了一大跳。怎么了？是不是刚才赵叔叔说话太凶了？咱们不哭不哭，他就长得这样。没有了，王老师，警察叔叔说小偷也会偷手枪，那我第一集的时候就把手枪和手雷带去了学校，我也是小偷了，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成为警察了？哈哈，原来是这样，怎么会能？你拿自己家的东西，怎么能算小偷了？真的？走，我们去拿枪。看祖国的小花朵笑了，赵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可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赵队长这是即将找到证据的笑容。小花朵，你不是要带我们坐电梯的吗？可这就是一面墙啊，来这里干嘛呀？叔叔，你是不是傻呀？这里就是坐电梯的地方呀。说完，他小爪爪向墙上一按，墙壁忽然出现一道电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和600亿观众。我的乖乖，圆圆同学的爸爸不会是什么外星人吧？这栋房子也太牛了吧！墙壁还能变成电梯的，羡慕的眼泪从我嘴角流了出来。这就是我未来幻想的科技生活啊！小爱同学去9楼。好的，小姐。听到9楼，震惊的众人终于反应了过来，赶紧进电梯问道：这房子怎么看也就只有3楼，怎么会有9楼？是加上地下一共9层吗？不是哦，叔叔，地下是爸爸不让我进去的，我们真的是去9楼啊！就在众人疑惑时，这时电梯动了起来，他们却发现电梯竟然不是向上运行的，而是向着里面平移着走。这电梯怎么没往上走？难道9楼不是在楼上？就是在楼上啦，只不过要先往里面走一会儿，然后才能往上。王老师不用担心的，这个电梯很安全啦，和大门是一样的材质。随后他们明白过来，原来圆圆同学所说的9楼不是这个屋子的9楼，而是隔壁大厦的9楼。直播间的观众也猛然增长到900亿人，这部电梯着实把他们震惊到了。我的乖乖，除了科幻电影里，你们见过谁家的电梯是横着走的？家人们谁懂呀？这电梯竟然没有轨道，也没有钢筋吊着，就像幽灵一样在地底悬浮着。小妍起初并没有在意，但看到直播间的弹幕后，也是吓了一跳。圆圆同学，你爸爸不会是外星人吧？这个电梯连轨道和钢筋都没有，它是怎么运行的？我们不会掉下去吧？哼，你爸爸才是外星人呢，你全家都是外星人呢。爸爸之前告诉我了的，这个电梯只是用了悬浮技术和磁力引动以及反重力装置，只是和普通的电梯不同而已，我们很安全的。小妍无奈地笑了笑，小孩子自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恐怖的存在。与此同时，在某个研究所内，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正在狂奔。老师不好了，出大事了！有人制造出了跨时代的科研产品。给你说了多少遍了，年轻人要成熟稳重点，不要动不动就那么激动好不好？还有你是不是科幻片看多了？不要听风就是雨。我们人类现在的科研技术已经进入到了瓶颈，至少要50年才能在某项尖端科技上有所突破。老师是真的，我亲眼见到的。电视台现在还正在直播呢，您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问问。说完，他掏出了手机直播，递到了王老的面前。王老的神情从不屑到震惊。快把手机给我，我要连麦，还有快跟上面汇报去。此时圆圆正跟叔叔们介绍着，这一层有很多仓库，咱们可以先逛逛，然后再去拿武器。说着，他走到了第一个仓库门口。当仓库打开时，所有人都吸了口洋气。一个仓库的沙漠之鹰
我的乖乖，你告诉我这是仓库，这他妈的是军火库吧？家人们怎么这么多沙漠之交呀？圆圆同学的爸爸难道24小时都在加班制造军火吗？赵队长也感觉头皮发麻，随即他拿起一把沙漠之鹰检查了一下，好家伙，都是真的。赵叔叔，我的爸爸厉害吧？你要喜欢的话，我让爸爸送几个给你，怎么样？哈哈，我谢谢你呀。赵队长说完，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对讲机。证据找到了，发现嫌疑人可立即逮捕。赵队有特殊情况，上面说一会龙台的直播间里有一个研究军事的教授连线，需要我们配合。小严那边也收到了台里传来的信息，显然这是上面的安排，而这位连线的正是王老。哈哈，你好，我是主持人小严，请问您怎么称呼？可王老根本就不搭理他，而是直接说道：快把手枪给我看看，就是刚才那人检查的那个，我感觉有点奇怪。上级女儿为了我们老底坐穿，竟趁着我和柳如烟相亲，偷偷带着警察叔叔直播参观我的军火库。这把枪简直就是完美之作，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居然可以看到如此精妙的技术。这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不就是一把仿制品吗？难道是仿制的太精良了？哈哈，赵队长是吧？你是不是感觉老头子我有些奇怪？你刚刚检查的时候，我就看出这把枪和寻常的沙漠之鹰有很大的区别，难道你刚刚没有察觉到吗？我刚刚确实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普通的沙漠之鹰，可能和原厂有些许区别吧，毕竟这只是一把私造的军火。但是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制造军械的人，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区别。这把沙漠之鹰的枪管要稍微短半厘米，而且这把枪的材质不是一般的合金，而是一种可以聚集能量的特殊合金。由于这种合金的作用，这把枪的威力会比一般手枪大上10几倍左右，射程也会远10几倍。如果不考虑握持的感觉，只要加上瞄准镜，就能变成一把高精度的狙击枪。听到这话，在场的观众和900亿网友只是稍微的惊讶了一下，但屏幕前玩过真枪的粉丝和赵队就不一样了。十几倍，那岂不是可以平替狙击枪呢？狙击手的培养成本很高，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不停地喂子弹，而高精狙的子弹更是一颗高到4位数。但这一把手枪就可以达到高精度的狙击枪实力，而且使用的还是普通子弹，那只要稍微改造一下造型，完全可以变成一把专门培养狙击手的枪械。这种性价比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在场的众人和900亿观众听到王老的话，直接惊醒梦中人。我的个乖乖，怪不得王老这么激动，这手枪也太夸张了吧！是啊，如果将枪改造一下送去部队，那每个战士都能成为狙击手，而且是瞬发。家人们，我已经想到了，我在玩吃鸡游戏时捡到的 98K， 直接当加特林用的场景了。赵队长缓了好一会，才重新看向镜头。王老您好，听您刚刚介绍这个手枪是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您，只不过这件事很重要，不能出现半点错。是真的，我虽然没有拿到那把枪做具体检查，但是通过摄像头，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依旧记得我和老师研究过这种聚集能量的技术，但还没完成就搁置了，因为发现以我们人类现有的科研技术根本实现不了。可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把手枪上见到了，我还以为有生之年我都见不到这种聚集能量的合金技术了。制造这把枪的人真是个天才，他的合金技术已经领先世界2.5坤年了。听到这话，众人才明白，原来王老也研究过这种可以聚集能量的合金，只不过没有成功，这也是他刚刚为何非常着急的原因。我谢谢你呀，王教授。说完，他便走到一边，用耳麦和领导汇报这里出现的情况。领导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现在的警力已经不够了，我想申请增援，以随时防备意外的发生。这边赵队长正在和领导沟通细节，另一边小严则已经开始好奇地询问了起来。王教授，这项技术真的领先了世界2.5坤年吗？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自己试一试不就行了？正好赵队长在呢，你们试验一下就知道真假了。不过我可提醒你们，这把枪威力增强后，后坐力也很大，试验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一点，这可能是唯一的缺陷了吧。听到这话，在场的众人立刻就想试一试，可就在这时，圆圆同学忽然钻到了镜头前面，有些生气地鼓着腮帮子。吼，你个老逼灯，你别在这乱说话，我爸爸制造的手枪根本就没有缺点，你再乱说的话，我就要小爱同学拔了你的胡子。所有人都吃惊地看向圆圆同学，这可是军械界的泰斗，是给龙国研究过上百款新型武器的大国工匠。龙国能在3年内将樱花国覆灭，王老不算功劳最大，
但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这样一个专家怎么可能会乱说话？直播间也因圆圆同学彻底沸腾起来。我的乖乖，牛批啊，小姑娘！我早就看这老头子不爽了。屁话！再特么教授，也没有我对我爸做的玩具更加了解。这玩意是人家爸爸制造的，他不知道谁知道？有道理啊，楼上的兄弟，这小姑娘能把手枪带到学校里，怎么就不能拆2枪玩玩？哈哈，越来越有意思了哈！小姑娘大战老教授，这个剧情我太喜欢了。抱歉啊，王教授，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有些没礼貌。哼，是这位老爷爷先没礼貌的。这把手枪是我爸爸做的，根本没有缺点。这个老爷爷在乱说话。个老逼灯，别在这里乱说话！我爸爸做的沙漠之鹰根本就没有缺点。行，那我们就讨论讨论，你爸爸制作的沙漠之鹰到底有没有缺点？如果真的是爷爷错了，那我一定会向你爸爸道歉的。行，那你可不能像我的同桌苏苏一样，讨论输了就哇哇大哭，还要我去安慰。哈哈，放心吧，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肯定不会哭的。行，这把沙漠之鹰要比普通版的威力大25倍，这是爸爸做了很多测试得出的准确数据，射程也比普通沙漠之鹰远25倍，这就是老爷爷你乱说的地方。你没有记错吗？这把手枪如果能超越原版25倍的威力和射程，那就代表着你爸爸已经把集合能量的合金技术研究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步，只有完美的集合能量才能有这个效果。那当然呢，我爸爸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呢。那个能聚集能量的特殊合金，在我爸爸的合金技术上，这把沙漠之鹰只发挥了1/1000而已。1/10？怎么可能？你爸爸是在和你吹牛。集合能量的特殊合金，就算是开发到极限，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力量守恒你知道吗？一把手枪一小撮火药，凭什么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我爸爸从来都不会吹牛的。我爸爸说过，吹牛是最不好的习惯。老壁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爱吹牛的人。刚刚你还说这把枪的后坐力很大，我告诉你，这把枪明明没有后坐力，因为我爸爸用了反重力装置。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圆圆同学傲娇的叉着腰，昂起小脑袋，就像是打败怪兽的奥特曼。而直播间的900亿观众则一改之前挺圆圆同学的模样，开始质疑了起来。王教授被一个小姑娘说成喜欢吹牛的人，圆圆同学这是不是有些过了？哎，我能理解这个小姑娘，她是在维护她的爸爸，但因说手枪没有后坐力，是不是有些扯淡了？哈哈哈，我想到一个笑话，2个小花朵在比谁的爸爸更厉害，最后一个人说了他爸爸能吃屎，另一个也毫不犹豫地说他爸爸也能吃。我记得，感觉现在圆圆同学也是这样的，为了爸爸吹牛，其实不丢人吗？哈哈，王教授孩子不懂事，你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很崇拜他的爸爸，所以当听到您手这把枪优缺点的时候，就有些受不了了。您别在意他的话。圆圆同学生气地看着赵队长，把嘴巴鼓得溜圆。赵叔叔，我爸爸从来不会吹牛的。随后他跑到架子旁边，拿起一把沙漠之鹰，对着镜头道：哼，我现在就给粉丝们来一发，向你们演示一下。不能演示。为什么不能演示呀？你们都不相信我，非要说我爸爸是在吹牛逼。我给粉丝们来一发，大家不就相信了吗？小花朵听话，不能打粉丝的，我们还要靠粉丝吃饭呢。这可是真家伙，你年龄还小，把握不住，要叔叔来把握。叔叔给你演示也是一样的。对，你还小，把握不住，让你赵叔叔来。那好吧，但赵叔叔你要是枪的话，不能只用作训弹呀。为啥？因为要测试的不光是后坐力，还有这把枪是不是能有超过原版手枪25倍的伤害和射程。还有一点，我爸爸之前说过，只有在训练场内才能开枪，别的地方是不行的哦。说完，圆圆同学再次敲了敲墙面，那个电子合成声又传了出来。小爱同学，带我去训练场。好的，小姐，小爱这就为您转换房间。只见仓库忽然开始变化了起来，随后他们就切换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中。我的乖乖，我看的是直播吗？这特么是科幻电影吧？我感觉我的世界观崩塌了，王老能不能讲解一下这是什么技术？
明白了，我特么彻底明白了，圆圆同学的爸爸就是一个外星人，这种技术只有外星人有。外星人？哼，你才是外星人呢，你全家都是外星人呢。爸爸嫌每次走路都要走好远，所以就研发了这个装置，可随意在任何房间切换。这种技术好像叫啥？量子牵引技术和引动力啥的，就是把房间放在另一个空间，想要切换时就可以立马切换。太棒了，我竟然能连续看到2项跨时代的科研技术，聚集能量的特殊合金就算了，没想到竟然有人将空间转换的技术也探索成功了，这个人真的是天才。老师，你没事吧？没事，我只是太开心了，有些激动。你们开始实验吧，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做训场，那就不要耽误时间了。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赵队长，怎么还不开枪？是啊，你磨蹭什么呢？瞄准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我这边急的心脏病都要犯了，你那边慢吞吞的在等做饭呢。你们都没有发现吗？赵叔叔已经开枪了，而且打得很准，正中靶心。小花朵说的没错，这把枪确实没声音，我刚刚已经开过了。你当我这个老头是聋子吗？能相信你这种鬼话？你什么时候开过了？我半点声音都没听到。听到这话，赵队长也很无奈，他没有解释，而是对着靶子连开6枪，然后将地上的弹壳捡起后，来到镜头前退出弹匣。此时弹匣里已经空了，而手上的7枚弹壳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真的开过了，但感受不到任何的后坐力，也几乎听不到任何开枪的声音，枪口处没有火花。硝烟反应现在测试不了，但我觉得应该很小。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几乎不用训练就能进行射击。听到这话，直播间再次沸腾了。我的天，我特么怎么没有好好读书？现在除了发卧槽之外，什么都不会说了。我也只能发卧槽了。这种枪是不是有些过于离谱了？人类的科技真的可以达到这一步吗？我觉得悬吧，这特么肯定是外星科技。如果这把枪真的是圆圆同学爸爸制作出来的，那他就创造出领先世界科技100年的东西，到时别说把他抓起来了，恐怕都要供起来了吧。观众们在激烈的讨论着，而王老则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他想过这把沙漠之鹰很厉害，但没想到这么厉害。在普通人眼中这是一把枪，可在他这种研究者眼中，就是汇集了很多跨时代科研技术的宝物。想到这，王老忍不住流出眼泪。这把枪的问世，就代表着龙神国的普通人也都能成为以一敌十的兵王。圆圆同学，你爸爸在你的身边吗？我想和他说2句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他的学生，就算只是个打杂的我也愿意。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了，做助手的经验还是很多的，只要能跟在他身边学点东西，要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爸爸现在不在家，去找那些柳如烟相亲了，等他回来，我会转达您的意思的。那可太好了，圆圆同学可一定不要忘记告诉你爸爸哦。爷爷放心啦，到时候我会替你多说些好话的。听到这话，王老激动地挂断了连麦，随后连忙就向着院长的办公室走去，准备拉着院长辞职，跟随我这个天才学习去。另一边，为了升局长的赵队又打起来圆圆的主意。小花朵，这里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吗？你能不能给大家都介绍一下？那跟我去8楼吧，那些东西只需来一发，就能炸飞一片的人呢。警察叔叔，你们脸色好差呀，怎么还发抖呢？是不是有些冷呀？没事的，等会就不冷了，这里有空调。说完，圆圆同学直接拉着小妍的手就往里走，他都感动哭了。我自己进去就好，你去把王老师他们都带进来。小妍叔叔，你人真好。王老师他们怨念的看了小妍一眼，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小妍一旁，看着这些硬邦邦的大炮和炮弹，赵队长肠子都悔青了。如果知道8楼是这些玩意的话，打死我也不会来啊。枪只要不对着人，基本就没事。可这是炮弹和大炮啊，在这种封闭的空间内，只要一发，我们就都要去见太奶奶了。赵叔叔，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玩呀？这玩意可老带劲了，快来呀！哈哈，圆圆同学，咱们还是不要玩这些东西比较好，毕竟叔叔也就在电视上看过，自己也不会玩。说罢，他就一脸冷汗的往外走，但很快就被圆圆同学叫住。赵叔叔，你不会玩这些大炮不要紧的，我可以教你的，毕竟我们可都是朋友呢。我爸爸说过的，对待朋友一定要真心哦，要用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来招待朋友们的。
哈哈，你的手机怎么就烂成这样啊？真是不心疼钱。没事儿，我这还有几台新手机呢。这么多，是最近趁618打折买的吧？才不是呢，直接在左下角下载领的，有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各5000台，完成任务后各种款式随你挑，不是手机买不起，是薅羊毛更有性价比。天天听人说左下角，真的能领到吗？我手机都拿你面前了，咋还不信呢？你看我当时的发货短信都还在呢，群里还有很多兄弟也说自己拿到了，不信你现在点左下角试试看。还真是，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是都能领吗？当然，你先把华为给领了，再继续挂机把苹果给拿下。行不拿白不拿。哈哈哈，吃瘪了吧，赵队长？是呀，圆圆同学太懂事了，一定要用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来招待朋友们。就在观众激烈讨论着的时候，科研所里的王老已经来到了院长办公室。在听说王老要辞职去给一个毛头小子打杂时，他吓了一跳。然而，当他看到直播视频后，那激动的心情比王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这些科技和武器已经遥遥领先世界几百年了。于是他立刻联系了军方高层，而军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派遣出一个部队朝我老家而来。客官，里边请。我谢谢你，汉圆圆同学。我家老母猪下蛋了，我忘记给它坐月子了，我这就回去哈。是啊，我家衣服还没收呢，等会要是下雨了怎么办？俺也一样。没事的，爸爸之前说过了，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有自动保护装置，不会受伤的。左下角领的华为这么快就发货了，我要去群里晒个图。当然，继续挂机再把苹果也拿下。哦，对了，我先给大家炸一炮做个示范，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听到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炸一炮试试，这是什么逆天发言？我小命只有一条啊！不用，这可不兴事，咱们还是去外面玩吧。逛了这么长时间，叔叔们也都累了，而且你爸爸和柳如烟相亲，估计也快回来了吧。听到这话，圆圆同学有些失落，不过一想到爸爸就要回来了，只能勉强的答应。而就在他们正准备离开这个危险的8楼时，赵队长和小严的耳麦中都传来了领导的声音，又有新任务了。这次是炮弹制造教授和龙台直播间的连麦。又有教授要连麦吗？刚刚那位老爷爷就喜欢哭鼻子，这次的老爷爷不会也喜欢哭鼻子吧？哎，我就说他们都和我的同桌苏苏一样，说不过我就只会哭鼻子。小严有些无奈的笑了一声，来到他身边揉了揉他的脑袋。圆圆同学，咱们可是好学生，可不能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但是人家说的都是真话呀，我又不能说谎，又不能说真话。哎，好学生真的好难当哦。哈哈，咱们可以不说嘛，既然说了真话别人会生气，又不能说谎，那我们也能不说，对不对？赵叔叔你好聪明呀，虽然比我爸爸还稍微差一点，但你已经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了。赵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不一会连麦就成功了。此刻的他们正坐着军方的直升机，在赶来的路上。圆圆同学，咱们又见面了，刚刚玩的还开心吗？圆圆盯着屏幕，小脸憋得通红，他很想说话，但刚刚赵队长说了，自己如果说话的话，对面的老爷爷又哭鼻子。不过王老倒是没有太在意，直接介绍起了自己身边的老人。各位，这位便是我们研究院的朱院长，他就是炮弹制造的教授。各位好，咱们长话短说，直接进入主题吧。你们现在不要乱动，最好也不要随意走动。如果碰到这些炮弹的发射按钮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们现在处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如果意外发生，所有人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明白，朱院长，我们绝对不会乱动的。开玩笑，别说动了，我现在只想辞职去厂里打螺丝。明明是主播的事，却干着战地记者的活，还他妈不给我涨工资。还有，根据我刚刚的观察，这些炮弹虽然和常规炮弹长得一样，但和9楼一样都是被特殊合金改造过，威力和爆炸范围要比原版恐怖数十几倍都不止。打个比方来说吧，在右边角落里的那一门大炮，如果是原版，最多就是能击碎一个小土丘，可现在的这一门大炮再加上炮弹，毁灭一个小城市不在话下。听到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王老师更是差点昏过去，觉得自己马上要窒息了。我的天，这他们是不是有点太恐怖了？这么多炮弹，是不是可以毁灭一个城市了？兄弟们，我现在要去搬家了，我怕我待在这里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嗝屁了。
圆圆同学，我想问一下，这里的东西到底是空包弹还是实弹啊？圆圆有些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当然是实弹啦，空包弹有什么好玩的？实弹才是最厉害了。听到这话，小妍双腿一软，直接倒在了地上。怎么了，小妍叔叔？你怎么坐地上了呀？哈哈，没什么，这里地上挺干净的，就坐下来休息一会。我特么就是个主持人，又不是战地记者。大家放心，只要不去乱动就很安全。我们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情况，上面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现在已经有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部队以及各种增援的军队赶过来了，只要等他们过来，你们就能完成交接，去到安全的地方。然而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就睁大眼睛惊呼出了声：我的妈呀，快你们把那个小姑娘拦住！让金女儿为了我们免费吃牢饭，竟带着900亿观众直播参观我的军火库。那个老逼灯在撒谎，这玩意根本就没有危险，我之前还玩过呢，老带劲了。小少，快阻止他！这里可是密闭空间，一旦爆炸，你们都会去见太奶的。快住手！你把这发射器给叔叔好不好？让叔叔来把握，你把握不住。他话刚说到一半，就只听到嗖嗖嗖，几枚火箭弹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城市。下一秒，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整个城市瞬间就化成了灰烬。然而，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中时，他们忽然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这一整个房间显示出来的幻觉。爆炸的地方却是上级的那个训练场。叔叔，你们看，没有危险吧？没错，圆圆同学果然是对的，叔叔一直都是相信你的，肯定相信呀。不相信的话，他会一直给咱演示的，不被炸死都会被吓死。太好了，赵叔叔，你终于相信我了。那我们一起来玩这些玩具吧，这玩意可老带劲了。小花朵，你告诉叔叔，刚刚你到底把火箭弹炸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感觉你在轰炸一个城市，但他们又落在了座训场里呢？这个问题让众人全都聚精会神起来了，尤其是朱院长，他刚刚已经联系过军部将领了，但依旧没查到到底哪个城市被炸。哇，赵叔叔你好笨呀！我刚刚调低了显示设备的效果，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的呀。赵队长愣了一下，无奈的笑了一声。我刚刚也是迷迷糊糊的，好像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你能给叔叔解释一下吗？那好吧，其实根本就没有城市被炸，火箭弹连这个房间都没有飞出去过，就是在这里爆炸的。圆圆同学，咱们这里可是一个密闭空间，如果真的在这里爆炸，咱们不是应该被炸死了吗？现在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我爸爸之前说过的，这里的炮弹不管怎样都不会飞到外面去，不然世界就会被毁掉的。所以爸爸在8楼设下了很多防御装置，这个防御装置很厉害的，可以压缩空间，也可以放大空间，还有没误差的感应装置以及模拟装置。刚才的一切就是模拟装置模拟出来的真实场景，但其实炮弹是被射到其他空间去了。老王，这种技术已经不是遥遥领先世界几百年了，而是纯的外星科技啊！是啊，老朱，我们得尽快去到现场。这座房子不光对我们龙神国是一座宝库，而是对于整个科学界都是一座宝库。从今天开始，我们龙神国将颠覆整个科学界。两人无比的激动，心想一定要把夏琪这样的天才邀请到研究院来，定不能让他受了委屈。小花朵，爷爷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空间放大和压缩吗？爷爷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技术，你能跟爷爷说说吗？当然可以了，老爷爷，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在女儿跟朱院长解释的同时，我正坐在咖啡店里观看着直播。其实早在家里来人时，我就发现了一切，只因我们夏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祖训，即便我有非常厉害的科研天赋，发明出了很多划时代的装置，却不能为龙国效力。为了不违背祖训，所以就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将这些装置曝光出去。宝贝女儿冲啊！等事情结束后，爸爸一定带你去吃大鸡腿。你竟然还有孩子，有孩子还来相亲，我呸！下头男，什么人啊，在这浪费我如烟大地的时间。另一边，朱院长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不过是尝试地问了一下，没想到圆圆真的懂这些东西。圆圆同学，你可真厉害，就连我们科研所的研究人员都比不过你。老爷爷，你听懂了？我爸爸之前说过，这些东西只有我们家里人才能稍微理解一点，平常人根本都不会相信。听到圆圆的话，朱院长无奈地笑了一声。圆圆小朋友，我这老头子也就是个普通人而已。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我也只是稍微了解一点。
科研所有单独的部门研究这些，只不过我们现在还在探索阶段。那么就是说，老爷爷你是个小笨蛋呢？哈哈，没错，我这个老爷爷呀，可比不上小天才呢。老爷子，我确实是个小笨蛋。呵呵，那当然啦，我可是很聪明的。我爸爸之前说过，我就是比他稍微差那么一丢丢而已。当然了，圆圆同学就是世界上第2聪明的人，而你爸爸则是世界上第1聪明的人。如此彩虹屁，深得圆圆同学的认可。老爷爷，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嘛。那咱们俩现在是朋友了，我再教你一些其他的技术吧。随后女儿又将宇宙信号的事情和空间类问题结合起来，将我发现可以创造虚拟宇宙技术也都说了出来。坐在直升机上的朱院长和王老互相对视一眼，彼此都看见了对方眼神中的兴奋和激动。圆圆同学的话已经直接击穿了2个人的世界观，他们的视野和思想再也不受到现代科技的限制。就在他们2人异常兴奋时，一旁圆圆的举动又把众人吓了一跳。来玩呀，赵叔叔，这玩意老带劲呢，我都迫不及待想要开第2炮呢。小花朵，你刚刚解释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就为了让我们放心的和你一起玩这些玩意？没有，绝对没有。嘿嘿嘿，赵叔叔你还挺聪明的。赵队长无奈地笑了一下，果然是这样。而听到此话的朱院长激动的就要从屏幕里钻出来了。这些炮弹可是拥有划时代科研技术的，可不能再消耗了。等我们研究完了之后，你们再玩。对呀，小花朵，咱们可不能再乱玩了。老爷爷他们还想研究这些炮弹呢，你和老爷爷是朋友对不对？你可不能让老爷爷他们着急呀。那行吧，我爸爸也说过，朋友之间要真诚的相处，不能做让朋友不开心的事情。可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搞定了这个小祖宗时，小祖宗的一番话直接让他们脸色大变。既然8楼的炮弹我们玩不了，那我们可以到7楼去呀。7楼那里可有比炮弹还要好玩的东西呢。7楼还有更好玩的东西，莫非那些东西要比这些炮弹的威力还要大吗？想到这里，王老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老朱，一定要让小赵去7楼看看，一定要去7楼。朱院长点了点头，直播间的观众也激动了起来。我的乖乖，还有比炮弹更刺激的东西。9楼是枪械，8楼是炮弹和发射器，那么7楼该不会是奥特曼和怪兽吧？兄弟们，不要被现实局限想象力啊！8楼都已经能创造新宇宙，那这个7楼为什么不可能是外星人标本呢？众人越说越兴奋，原本大家最开始只以为这房子是个军火库，谁能想到这他妈就是个国防仓库啊！而一旁的王老师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赵队长，我已经不行了，要不你们和圆圆同学去7楼吧？是啊，正好我在这里陪着王老师，而且圆圆同学我们对这些玩意不了解，不如就让专业的赵叔叔陪你去吧，你们一路作伴，肯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对，我觉得小严这个建议很好，我们都对这些玩意不了解，赵叔叔是警队队长，他接触的比较多一些，他陪你去，你们肯定聊得来，也能有不少共同语言。听到这话，赵队是满脸的无奈，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不想去。小严啊，我不太会用摄像机，你如果不去的话，可能朱院长和王老就连麦不了了，900亿观众更是看不了直播了呀。此话一出，那边立刻传来了朱院长的咆哮。小严，你可一定要跟着去啊！完事之后我一定给你送锦旗，还让你们领导给你加工资。闻言，他也只能一脸生无可恋的答应了。哈哈哈，太搞笑了吧！看得出来，他们都不想去7楼。是啊，笑容不是消失了，而是转移到了我的脸上。最惨的还是王老师，招谁惹谁了？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却非要让他去做不普通的事情。那咱们走吧。众人看着圆圆同学都暗暗决定，到了7楼一定不能再让他乱跑，如果再让他乱发射什么，大家可能就要被吓出心脏病了。怎么了？大家为什么都看着我呀？是不是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呀？哈哈，怎么会呢？我们是发现圆圆同学好像变得更可爱了。说着，王老师直接走过来抱起了他。今天走了这么多的路，圆圆同学一定累坏了吧？去7楼我就这样抱着你好不好？谢谢王老师。那圆圆同学，9楼是存放着枪械的地方，8楼是存放炮弹和大炮的地方，那7楼放着什么东西啊？王老师，我爸爸之前说过的，惊喜如果提前说了，那就没有惊喜的感觉了。唉，希望不是惊吓就好。去往7楼的走廊时，墙上的一幅画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这上面的人长得好像那啥，
这个人长得确实很像佩奇，但又不是佩奇，那他到底是谁呢？就在他们疑惑之时，直升机上的朱院长和王老却是震惊地瞪大双眼，因为这幅画上的人正是他们的老师夏佩奇。两位老人见到自己老师的画像，直接激动地哭了起来。老师朱院长，你们怎么了？王老指了指屏幕，还记得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整个科研所都没有我老师的照片吗？不是我们不想留下他的照片，而是老师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他曾经说过，如果敢留下他的照片，那么他就不会认我们俩做徒弟了。他也不让龙国为他留下任何东西纪念。其实他才是为我们龙国科研做出贡献最多的人，也是最尖端的科技人才。老师，您不是说佩奇老教授从来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文字资料吗？那怎么这里会有他的画像？听到这话，两个老人都愣住了。老师，你们说我那位师也有后人吗？两位老人顿时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王老突然反应了过来，当年佩奇老教授在离开后曾经给他寄过一封信，上面是有地址的。于是他赶忙翻了翻手机，在看到地址后，他忍不住笑出了声。老朱啊，我们可真是笨啊！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老师的家呀！什么情况？朱院长整个人都傻了。而与此同时的海外一个大型会议室，整个世界的帝国高层全都汇聚于此，并且他们的脸色都十分的难堪。而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的一整个直播画面。龙国怎么会有这种军火武器？还再加放了烟花，却吓得全世界进入了战备状态。美国更是放弃了对龙国的施压，哭着喊着龙国能够尽快控制住小女孩，只因女孩的玩具不是洋娃娃，而是足以毁灭世界的蘑菇蛋。这可好玩了，叔叔，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呀？炸完了之后会出现很大的一个蘑菇呢，可好看了。听到圆圆的话，不光众人和900亿观众吓傻了，就连樱花国的总统都吓懵逼了。快，赶紧让人准备，现在蘑菇弹随时都有射入我们樱花国的风险，你们一定要拦下来。那个我们是不是有些过于紧张了？龙国毕竟距离我们很远，我们樱花国可是有最先进的拦截系统，肯定能拦截下来的。你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大便吗？那里面可都是充满了划时代科研技术的地方。你觉得那蘑菇弹能是普通蘑菇？你们为什么不让人家发射蘑菇弹？刚刚发火箭弹的时候也只发射1枚，就不让人家玩了？这些东西可是我爸爸制造出来的，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今天一定要发射给你们看。圆圆同学，这些蘑菇弹太危险了，咱们不要去玩那些东西。等我过去后，给你糖吃好不好？我不想吃糖，老爷爷，我觉得我们不是好朋友了。你都不陪人家玩，你是坏蛋。我爸爸说过，不能和坏蛋讲话。坏蛋，你不要和我说话了。眼见自己劝不住圆圆同学，朱院长只能着急的拿起手机给将领打去电话。将领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没事的，放心好了。将领，你刚刚说了什么？你还是多出来走走吧，天天做实验，你的脑子都有些不会思考正常问题了。行了，我这边还有其他事情。说完，将领就挂断了电话，这让朱院长整个人都愣住了。老王，刚刚将领说让我们放心，我没听错吧？我觉得还是相信将领吧，他那边的资料可比我们要全面的多，可能是见到了什么之后，他才会这么决定的。赵叔叔，你该不会也跟那2个坏人一样，不让我玩蘑菇弹吧？看着圆圆同学手里的遥控器捏得越来越紧，赵队长灵机一动，哈哈，怎么会呢？我可是和圆圆同学一个阵营的，只不过现在叔叔有些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去玩蘑菇弹，好不好？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自己先去来一发，等发射完再给你们玩另外的蘑菇弹。说罢，圆圆同学就跑了过去。爸爸之前说过的，这个经过他改装过的蘑菇弹叫蹦蹦炸弹，威力可是要比普通的蘑菇弹厉害1000倍呢。嘿嘿嘿。一瞬间，各个帝国的防卫军瞬间开始工作了起来，所有的警报都亮起了红灯。快开启卫星定位和拦截导弹系统，千万不能有半点马虎。只要发现哪枚蘑菇弹，不管它在哪里，都一定要将它在空中击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7楼里创造出来的新宇宙再次出现，直接将蘑菇弹吸了进去，在万米高空飞行了约2坤半后，模拟出来的所有的建筑物一瞬间就在高温下化成了灰烬。有些胆小的看到这个画面后，直接吓尿了。杀鸡给，太恐怖了！这是人间地狱吗？龙国就不该拥有这么先进的科技。我们必须联合所有的帝国，都去给冷神国是加压力。
让他们学会这种恐怖的武器。在别人都害怕云蘑菇蛋的威力时，圆圆同学却是开心的笑了起来。这蘑菇云也太好看了吧！如果是一个真蘑菇，应该很好吃吧？这怎么可能是个小姑娘？她一定是伪装成人类的外星人，不然的话，怎么会觉得蘑菇云好吃？看吧，发射蘑菇弹根本就没有危险的。赵叔叔，咱们一起再发射一枚蘑菇弹，好不好呀？圆圆同学，我现在还有点累，我之前抓贼的时候受伤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也坐下来休息一会，叔叔给你讲故事好吗？哦，太好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哈哈，既然你想要听故事，那一定要听叔叔的话，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去玩好玩的蘑菇蛋，这样等我们休息好，咱们再一起去玩蘑菇蛋。哥哥最好啦。小花朵，这是做怎么用的？哈哈，这肯定是圆圆同学不忍心我们坐在地上，专门给咱们准备的椅子。是啊，圆圆同学太懂事了，他真的会为朋友着想呢。大家先坐上去吧。众人点了点头，都坐在了轮椅上。现在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发射蘑菇弹喽，咱们快开始吧。说完，他就再次跑向了另外一枚蘑菇弹，而赵队他们的轮椅竟然自动地跟在了圆圆的身后，这让赵队长直接懵逼了。给发射器只要稍微按一下就行了，不用消耗太多的力气的，这样你们坐着玩，既能休息又不耽误发射。这一次我们就直接把那颗星球给炸掉吧。叔叔，这蘑菇弹老带劲呢，我们这次直接把那颗星球给炸掉吧。小花朵，我其实对发射蘑菇弹这件事，哼，你是不是又要说对发射蘑菇弹不感兴趣？可刚刚你答应我的呀，要和我一起玩的。不说话那就答应了。大家生无可恋，听着小花朵讲解发射流程。很快讲解完的圆圆同学给他们一人递了一个遥控器。哥哥姐姐，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哦。我说开始发射，大家就一起按下发射器的按钮。3、2、1，发射。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想按呀，怎么就不由自主地按下去了？难道我们都被外星人控制了？还没等众人细想，只见7枚蘑菇弹嗖，如同一股无穷的力量冲出了发射器，朝着虚拟宇宙中的一颗星球飞了过去。我的天啊，就这么没了！是呀，我妈切菜切到手还要猪叫一声呢。这星球被炸掉，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太恐怖了。可我怎么觉得异常的兴奋呢？咱们龙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了吗？此时的王老和朱院长只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么可爱的玩具竟然是私人拥有，而且是在一个300岁小姑娘的操控下。老王，一定不能让他们再继续发射蘑菇弹了，太危险了，这东西。我有什么办法？你能控制得了那个小祖宗吗？你想想看，刚刚赵队他们都准备不按发射器了，可最后他们还是按下发射键，这很明显是被某种东西操控了。朱院长和王老越想越心惊，而现场的赵队长他们眼神依旧惊恐地看着天空。嘿嘿，看吧，赵叔叔，这玩意是不是老带劲呢？好玩吧？你们怎么都愣在那里呀？小花朵，我刚刚明明没有想要按发制器，可我的手为什么就不听控制了？是啊，圆圆同学，我刚刚突然手就不听使唤了，你是不是对我们做了什么？外星人！家人们，我就说圆圆同学是外星人吧，他现在已经开始控制人类了。兄弟不要乱说，这很明显是屋子里面有妖怪啊！不用怕，我们祖上就是抓妖怪的道士，让我去现场，我肯定帮你们搞定这只妖怪。直播间观众乱七八糟的热烈讨论着，一旁的小花朵不好意思笑了笑。其实这个轮椅有个电梯刺激功能，只要我一声令下，坐在上面的人就会听从我的命令，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比如按下控制器的按钮。听到圆圆同学这么说，众人吓得立马从轮椅上蹦了起来。各位不用担心呢，这只是一点点的刺激，只能做到一点简单的动作，不会控制大家的。小花朵，我们不能再玩这么危险的蘑菇打，这有些太吓人了。好吧，不玩这个也可以，反正这里也不是只有武器这些东西，只不过那些东西在6楼那里，我们进不去，必须要有爸爸的认证才可以。如果是带朋友进去，爸爸一定会同意的。听到不玩武器了，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只要不玩这些危险的东西，要我吃屎都行。对，吃屎都行。
比尔先生，我们的人进入进去了吗？英雄，我们的人连才刚刚进入龙神国就被控制了，也不知道他们是用的什么方法发现我们的。老子让你帮电器，你帮不成就算了。海王里面的了就是几个人，干脆你也去采访人机算了。圆圆同学，6楼到底存放着什么？还要你爸爸的认证才能进去，是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比如外星人的秘密啥的？我也不太清楚呢，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咱们进去看看。哈哈，如果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咱们还是稍微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放心吧，里面什么军火都没有，我现在就去联系爸爸。与此同时，在咖啡厅里，我正被一群柳如烟围着。你有没有搞错？我如烟大帝是来和你相亲的，不是过来面试工作的。抱歉，下一位，我们不合适。我凭你是皇上吗？还是家里有什么产业的富二代？还他妈下一位？信不信我柳梦妍出去给你宣传一下，你这辈子都别想在相亲圈混了。梦妍，我跟你说，这人有毛病，他有女儿还来相亲。柳浩妍，你说什么？我去，这人孩子都有了。有女儿你还来相什么亲啊？你去看看电视龙台的直播节目，如果你是那女孩的爸爸，不管你什么样，我都愿意跪舔你。就你这样的屌丝求我骂，我都懒得骂。说罢，他还拿着手机打开了龙台的直播。你看看，这是别人家的女儿，这么小都能用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打电话，你女儿可以吗？女人看着屏幕中的圆圆同学，满眼都是羡慕。我搭理都懒得搭理她，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和女儿的视频上。就在这时，视频接通了。我操！我跟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却吓得全世界派杀手要将我暗杀。只因女儿用来通话的设备是领先全球科技上千年的概念光幕，它不仅可以将画面全息投影在面前，更是可以将投影实体化。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人家还要把王老师介绍给你当老婆呢。爸爸正被一群柳如烟围着，等会就回家。嗨，都说了不要找那些恶毒女配，看出麻烦了吧？爸爸，你快把6楼的认证给我。好，我已经把认证给你了，你们去玩吧。说完，我便关闭了视频通话。你就是那个夏琪？你刚刚不是说要走了吗？麻烦快一点，我还赶着回家呢。看，这就是我说的惊喜。虽然它很大，但是我觉得它跟蘑菇蛋比起来，一点都不好玩。直升机上，王老和朱院长看到航母的时候已经说不出话，旁边的孙亮顿时疑惑起来。这不就是普通的航母吗？圆圆同学的爸爸空间压缩都能弄出来，一个小小的航母有什么惊讶的？孙亮，我知道你很奇怪，为什么我俩这么激动？其实这不是一般的航母。所谓航母，其实就是在海上作为一个移动的后勤基地，它的实际作用更多是作为威慑。真的到了战场上，甚至还不如导弹管用，但双方的性价比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现在看见的这艘航母，不出意外的话，用的材料可能都是特殊合金，这不光增强了它的动力，就连防御力也增加了上千倍。如果在大海上，它无疑就是一座移动小岛。两位老爷爷，你们说的不对哦，那个是在海里游的，这个叫空中航母，是在天空上飞的，就连太阳上咱们也能去玩一玩呢。听到这里，王老和朱院长人都傻了。一说能去太阳上玩，是不是有些让人难以相信了？是啊，太阳的温度很高的，就像是一团火球一样，任何东西靠近都会被烧坏。我知道的，我爸爸跟我说过，太阳的温度表面在5500度左右，中心更高，接近2000万度。但这艘空中航母的材料是高级的特殊合金，可以抵御太阳的温度呢。老王，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不知道啊，老朱。不过圆圆同学到目前为止没说过谎，而且空间压缩和扩大他爸爸都研究出来了，这种事情应该能办到吧？就在二老还在保持着怀疑的讨论，这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却是开启了狂欢。我的天，这航母可以直接去太空，我真的好想看看吧。我也想看，就是不知道圆圆同学会不会操作。圆圆看见了弹幕中许多人都想见识他驾驶航母去太空遨游，瞬间就兴奋了起来。自己最好啦！赵叔叔，你们想去太空里看看吗？我们把这个航母开到太空里玩2圈怎么样？嘿嘿嘿。不是说6楼的东西没有危险吗？但我怎么感觉相比蘑菇潭，乘坐航母去太空上玩，好像更加的危险。想到这里，赵队长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而他才刚想开口劝说一下小花朵，我的声音却突然在6楼里面响了起来。要去宇宙里面玩一圈了。哎呀，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那就去玩一圈。话音刚落，
直播间的镜头就忽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赵队他们就瞬间来到了航母的甲板上。下棋先生对吧？赵队长他们突然就来到了甲板上，应该是空间的压缩和扩大技术吧？猪爷爷，你又说错了吗？我爸爸之前跟我说过，空间扩大和压缩技术只能对物体使用，如果一旦用到活物身上，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你的头动了，但身体却还留在原地。所以我用的是空间穿透技术，这项技术相对稳定，即便是活物也能完成顺利。原来是这样啊！好了，反正你们已经登上空中航母了，不如就去太空上玩一玩。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就该回家了。到时候你们有什么想问的，我会知无不言。听到这话，众人满脸的无奈。他们是真的不愿意冒险去到太空，但因为我的特殊性，又必须答应下来。一旁的圆圆同学看出了他们的担忧。赵叔叔没事的，我是爸爸的宝贝女儿，我和你们一起去太空，爸爸绝不会让我出事的，咱们这趟旅途很安全的。一听这话，众人也算是想通了。那好吧，圆圆同学，我就陪你去太空吧。太好了，去太空玩喽！下棋爸爸，那个我可以不去太空吗？当然可以了，不过王老师，我的女儿除了和我待在一起，就是待在学校了。你是除了我之外陪她最久的人，我现在不方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忙照顾一下她，算帮我一个忙可以吗？原本王老师听到下棋的话后还挺开心的，可听到后面他忽然就无奈了，没想到自己还是要跟着一起去啊。我的乖乖，王老师太悲剧了，这还怎么拒绝啊？人家都把话给说死了。王老师现在估计最后悔的就是当了圆圆同学的老师吧，不光要发射蘑菇弹，还要和航母一起上天。哈哈，爱他就道德绑架他。而第一次带老师进入太空，本想用镭射炮玩一场打陨石的游戏，不料一枪把米利坚的巡航卫星直接干爆了。哈哈，王老师，你是不是早就看那个卫星不爽了？听到此话，赵队长连忙接过话茬。怎么说话呢？人家是第一次接触武器，擦枪走火也是在所难免的。开玩笑，现在可是全程直播，直接说故意打爆人家卫星，不是上升到圆桌会议吗？然而赵队长不知道的是，远在海外的会议室里，米利坚已经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了。太恐怖了，龙神谷现在太恐怖了，这种东西我们只敢在科幻电影里想一想，现实中真的能够被研究出来吗？外星人，他们就会对加受了外星人的帮助。圆圆同学，你要相信老师，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王老师，那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故意的，我也能去炸了那个空间站是吗？我去，这是什么逻辑鬼才？哈哈哈，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就行。我知道了，王老师，那我们就打陨石丸吧。闻言，几人纷纷点头，反正只要圆圆同学不去把米利坚的空间站炸掉就行。小爱同学带我们去陨石最多的地方。好的，小姐，现在进行空间跳跃。小花朵，这么多的陨石要是撞到航母上，我们岂不是瞬间就会去见太奶奶了？别啊，我女朋友还在家等我呢。我女朋友都没有，不是更惨？你没上新浴室是吗？我和我对象就在上面认识的，年底都要结婚了。你说哪认识的？新域你都不知道？来，你看，面漂亮的单身妹子一抓一大把，那长相身材也是要啥有啥，性格好会粘人的多得很，而且资料都是实名认证过的，也不用担心照片，随便看随便挑，喜欢哪个不用加好友，直接就能语音视频。关键上边女的多，男的少，美女都热情的很，一上线就10几个美女主动给你打招呼，聊都聊不过来。这行，快给我整一个，直接左下角下一个就能聊，那追你的妹子都得排好几条街了，脱单分分钟的事。行，我这就下一个。很快他们就发现周围这些陨石竟然全都穿越了航母，就像没有实体一样的漂浮在宇宙中。老王，这为什么陨石在击中航母时竟然直接穿越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感觉在圆圆同学面前，我好像都要变成文盲了。朱院长也无奈地叹了口气。圆圆同学他们家的高科技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经过上几集事情后，他们也都学乖了，反正都要打脸，还不如直接等圆圆同学来解释。什么情况？难道我们现在变成了归魂模式了吗？王老师，不是的，我们现在只是在进行空间穿梭而已，陨石和航母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了，当然就撞不到一块去呀。听到这话，众人都懵懵懂懂，圆圆也没有继续解释，只是兴奋地向着陨石开启了射击模式。没过多久，众人也都纷纷加入了战斗，一会周围的陨石便全部被电磁炮摧毁。这场畅快淋漓的真实宇宙大战让小妍等人非常兴奋，不过他也没有忘记工作，随后又看了看海外论坛，对
对这场直播的讨论。然而一条信息立刻就吸引了他的注意，米粒间空间站被陨石锁定了。一脸疑惑的他立刻询问起了小花朵。圆圆同学之前要撞上我们的陨石，好像突然锁定了米粒间的空间站，这个是你操作的吗？没错，就是我操作的。谁叫他们以前天天欺负我们龙国，我就稍微修改了一下陨石的轨迹，不会真的撞上哦，就是吓唬吓唬他们。宝贝女儿玩的还开心吗？要是开心了，咱就回家吧。爸爸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你了。哇哦，爸爸你回来啦！我今天玩的太开心了，打掉了好多陨石呢。看着女儿兴奋又可爱的样子，我笑了笑，随后对着赵队他们发出了邀请。很快空中母舰就通过空间跳跃回到了6楼的仓库。直升机上，王老和朱院长也都激动了起来，终于能见到军火悍匪了。老朱啊，你说我们俩要不要再点什么礼物啊？我们空手去是不是不太好？礼物就不要买什么太贵重的了。我出门时已经带了一些人参之类的补品，他研究这么多东西，肯定耗神耗力，给他稍微补一补。那我们都带礼物了，那个夏琪应该也不好意思赶我们走了吧？要不我们多住几天，多向他请教请教。放心吧，我都把被褥什么的带着了，还有换洗的内裤什么的，我也去你家里拿上来。还是你想的周到，怪不得你是我上级呢。一会女儿就带着赵队他们回到了刚开始的客厅。这时赵队和小妍倒是有些紧张起来，毕竟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抓捕军火悍匪，而一旁的王老师更是害怕的脸色苍白。王老师你怎么了？难道是要给爸爸当老婆啦？太紧张了吗？是之前在宇宙里不小心打掉米粒间卫星的事，刚刚在宇宙里刺激的玩游戏，还没想那么多，现在回到地球后，我有点害怕。赵队他们听闻此话也是反应了过来，也难怪王老师会害怕，这种事情已经能够上升到圆桌会议事件了。放心吧王老师，你不用害怕，要是谁敢因为这件事来找你麻烦，我第一个就不同意。小爱同学，帮我锁定所有米粒间国的卫星模拟弹道。好的小姐，所有卫星已锁定太空定位台，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待命令。听闻此话，王老师被圆圆的举动感动哭了。圆圆同学，谢谢你，能做你的老师，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王老师，您不光是我的老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爸爸之前说过，这些武器并不是为了欺负别人而制作的，是当我们的身边的人被欺负，用这些武器去保护他们，保护我们的龙国，这才是这些武器的意义所在。女儿说得好，